對於用開單車嚟鍛鍊身體嘅車友，通常都離唔開用呢一個字眼 FTP 嘅，即係功能性閥值功率 （Functional Threshold Power），用嚟量度我哋嘅體能嘅狀態，即係用幾多成嘅力嚟踩。知道咗我哋自己嘅 FTP 就可以用嚟計算我哋嘅運動區間。計算 FTP 最平同埋最容易嘅方法就係用 Swift 或者 Wahoo App。如果你本身已經有呢個速度顯示 sensor 同埋呢個回轉度嘅 sensor， 另一個方法就係運用 gym 裏邊嗰啲有 power meter 裝置嘅運動機。不過最好同埋最正規嘅方法當然係裝一個 power meter 落你部單車度啦，但係個價錢就一啲都唔平。一個大牌子嘅 power meter 分分鐘可以貴過一部入門嘅公路車。其實除咗以上嘅方法，都有另外一個方法嚟計算你踩車嘅力度，就係用呢個心率監視器嚟計測你嘅乳酸域值心率，即係 LTHR。之後咧就可以估計到我哋嘅運動區間。呢個心率監視器價錢咧就平好多，市上嘅大牌子 Garmin 同埋 Wahoo 都有推出呢一款嘅監視器嚟配搭佢哋嘅馬錶。咁今日就會介紹下呢一個 Cyplus 嘅 H1 嘅心跳帶，同埋教大家點樣計算呢個 LTHR 嚟幫你應變你嘅運動區間。OK， 我哋睇下個包裝非常之簡單，同佢哋 Cyplus 其他嘅產品一樣啦，都係一個白色盒跟黑色字。說明書有4種語言，包括英文、中文、德文同埋日文嘅。個叉電位係呢一隻磁石嘅叉電接駁位，對啱方向呢就會自己會黐住咁樣。個心跳帶就重量 13G， 防水功能去到 IPX6， 即係落雨或者出汗都冇問題，但係唔好帶佢住嚟游水咯。完全插滿電需要30分鐘，運作時間就係20個鐘頭。你可以戴任何一隻手都得，下邊呢個方位又得，或者戴手臂都得。條帶呢係透窿嘅，有彈性，用 Velcro 嘅黐帶嚟嘅，兩邊都可以好容易咁樣調校，就唔需要話好緊嘅。你隻手有喐動，佢唔會鬆出嚟就 OK 噶啦。有啲心跳帶呢係直接綁落個心口度嘅，我本人就中意呢一款綁喺隻手度，因為我唔中意有啲嘢箍住個心口，特別係熱嘅天氣。個說明書叫我哋首先帶咗呢一條帶先開着佢，就撳一下呢個掣。如果佢個電池係少過20% 呢，佢就會斬紅色咁樣斬3下。當你啱啱撳着嗰陣時，開頭嗰幾秒呢就會不停咁樣紅綠燈咁樣斬。當佢讀到你嘅心跳呢，佢就會開始跟翻你個心跳嘅區域嚟斬唔同顏色同埋速度嘅。我用咗咁多次啦，一擺上隻手開着佢呢，唔需要1-2秒呢就開始可以用噶啦。如果你諗住單獨用呢一個心跳帶呢，真係唔駁落部馬錶啊或者部手機 Apps 度呢，咁呢你就可以透過佢呢一個燈嘅斬嘅速度同埋顏色嚟知道你個心跳係跳到有幾快啊。咁大部分嘅人呢都一定駁落個馬錶度噶啦。佢就跟呢一個 Bluetooth 同埋呢個 M Plus 連搭嘅功能。我呢度呢就有一個 Cyplus 嘅 M1 馬錶，就會同大家示範下點樣連接呢兩部嘢嘅。首先開着你個心跳帶，然後撳着你個馬錶左邊個掣撳一下，之後我哋就要去呢個 setting 啦，撳實右邊個掣，然後再撳左邊個掣一下去呢個 pairing mode， 連接咗啦。就係咁簡單。你見到個數據顯示而家係239，因為我冇帶住個心跳帶。咁最大嘅問題就係究竟呢個心跳帶個準唔準確呢？讀得。我而家就帶個心跳帶喺我右手度啦，然後呢，就睇一睇我呢個 Apple Watch Series 6嘅，嚟睇下佢個心跳嘅數據嘅差距。你睇佢開着咗之後呢，係真係冇分別嘅，就算有差距都係爭過1分。我覺得係準確咯。晏啲我就會出去再做一個測試俾大家睇下個數據。如果你中意踩單車，特別係公路車，就記得訂閱我哋呢一個頻道，仲有撳埋個鐘仔，就唔會錯過下一條片嘅 upload。如果你本身已經訂閱緊我哋呢個頻道，又好中意我哋嘅單車內容，請你考慮下支持本台嘅發展，去報名做呢個 Patreon。裏邊唔單止有更加多與單車有關嘅題材，有好多幕後嘅短片同埋其他嘅着數，
專係俾 Patreon 嘅 member。OK， 咁頭先介紹咗呢一條心跳帶啦，咁而家呢，我哋就會講下點樣計算你呢一個乳酸閾值心率。咁呢個方法呢，就可以喺室內做又得，或者喺室外踩都得。但係如果你室外踩咧，就一定要揾一條路係唔會有阻礙嘅，即係唔會令到你突然間話要停啊、燈位啊、十字路口嗰啲嘅，要不停咁樣俾你踩到嘅。首先做一個10分鐘嘅 warm up， 然後之後用盡全力踩30分鐘，攞你最尾嗰20分鐘嘅數據嚟計算你平均嘅心跳。呢個數目呢，就會係你嘅 LTHR。知道咗呢個數目呢，我哋就可以用嚟計算我哋唔同嘅運動區間。網上呢，就流傳有好多唔同嘅版本啦，大致上都好相似嘅。我呢一個呢，就唔一定係正確或者最好嘅，所以呢，就可以攞嚟作為一個參考。OK， 咁頭先計出嚟嗰個乳酸閾值心率呢，當佢係170啦。咁區域1呢，就係81% 以下嘅。用我哋 LTHR 嚟計，即係138度啦。呢個區域咧就屬於係呢個 active recovery， 即係慢踩嚟回氣嘅，或者你踩完車想 cool down 都係用呢個速度嘅。區域2咧就係81至到89% 嘅，即係138至到151每分鐘跳動。呢個區域咧嘅力度咧就可以話係攞嚟鍛鍊你嘅持久力，令到你嘅身體習慣燃燒脂肪嚟維持呢一個速度。區域3咧就係90至到93%，即係153至到158啦，屬於快踩，好多人叫佢做 tempo 或者 sweet spot， 對你身體所有嘅機能運作都會有造成一個提升功能。區域4即係94至到90%，用我哋嘅 LTHR 計呢，就係160至到168嘅每分鐘嘅跳動。呢一個範圍係針對你嘅乳酸容量同埋增長你嘅肌肉。最後一個區域呢，就係 Zone 5，即係100至到106%我哋嘅 LTHR， 心跳為170至到180。去到呢個力度通常只可以維持好短暫嘅時間，最啱啲 sprinter 嚟鍛鍊啲爆炸力。用心跳數據嚟作為一個訓練，個弱點呢，就係個數據呢，就唔代表你喺嗰一刻嘅體能狀態，因為你心跳係需要時間嚟變動㗎。譬如你呢一刻係踩緊區域3嘅，但係呢，你嘅心跳呢，需要分鐘幾分鐘先去到嗰個數據嘅。所以頭先教大家計算乳酸閾值心率嗰陣時呢，係叫你爆全力30分鐘，但係用尾嗰20分鐘嚟量度，就係咁解。因為你嘅心跳係需要時間嚟上升同埋下降，同埋會有其他嘅因素會影響到你心跳嘅數據，例如氣溫啊、濕度、高度、咖啡因啊、飲唔飲夠水、你攰唔攰同埋有冇病都會影響到嘅。所以如果你有機會裝 Power Meter 就最好，啲數據會去最直接、最準確。OK， 我哋剛才踩咗30分鐘到啦，咁而家我哋再次攞個數據對一對同呢個 Apple Watch。咁你睇到啦，個差距真係接近0嘅。我用咗呢個心跳帶都大約有3個禮拜到，都完全冇任何問題。如果你對呢一個 Cyplus 出嘅心跳帶有興趣，就可以撳入我哋下邊呢一條 link， 同埋用我哋呢一個密碼嚟幫你慳10%，係任何一樣嘢 Amazon 都有賣佢呢一款嘅心跳帶，我會留埋條 link 喺下邊。希望呢一個 review 會幫到大家啦，記得俾個 like、訂閱同埋分享。今日就講到咁多啦，多謝收睇，下次見。